來看到中國大陸南海造島加飛彈成為它的最新軍事堡壘。今天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這個礁哦，羚羊礁6公里的人工島終於是正式的完工了。轟6有可能掛着鷹擊12壓境在黃岩島這邊，小馬可是這個時候卻急着突然間看到中國大陸這麼多的動作，卻喊着要跟大陸一起合作油氣哦，到底怎麼一回事？中國大陸南海軍事包圍網正式成型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互動。如果您認為在這邊軍事包圍網已經差不多了，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沒有，留言寫2，一起來做互動。中國大陸的南海這一次出手，不是說這個軍艦在這附近繞一繞，在這個南海的部分，是他們把這一座礁往海空軍事堡壘的方向來去做打造了，所以最新來看到這個是透過的衛星影像顯示，大陸在西沙群島的羚羊礁第1階段的造島完工，長度現在來看到它的小檔案6公里左右，其中有超過3公里的筆直區域呢，現在在看說是不是未來會讓作為飛機的跑道。所以呢，現在也開始出現說，是不是因為這邊還有一個深水港啊、碼頭等等，甚至因為它有跑道，未來也可以有直升機坪等等的大型設施都會落在這邊呢？尤其它的地理位置又非常的重要，它位在西沙群島南部的南海的北部這個地方哦。那關鍵的是，它在西沙群島的南海北部嘛，距離中國大陸也相對的近，所以也更為方便來做補給。現在在看說，因為我們剛剛看到它的幾個特性，包括深水港啊，可能還會有跑道等等，所以呢，大家就在看說，如果未來把它基地化之後，會不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補給地？包括在這邊軍艦可以進來，並且支援各種的航空兵啊，部署雷達及電子偵察等等。如果它持續擴建的話，未來會成為大陸在南海這邊很重要的一個軍事據點。路透這麼說，甚至在台海的衝突的時候，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上面的地位。當然了，中國大陸是說，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工程，他們主要是用來做氣象預報啊，或者是科研、民生用途等等，沒有軍事上面的用途哦，他們並沒有提到。但是節目一開始，我們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有關於這一座島礁，現在最新已經完工了，接下來會用來作為他們的一個超級軍事堡壘嗎？作為中國大陸重要的軍事堡壘嗎？首先我們要看它的位置哈，羚羊礁啊，它在西沙群島哈。其實西沙群島大陸已經在這邊建立一個島叫永興島，而且當做一個他們主要的一個在南海的一個重要軍事據點。那為什麼在永興島之外，另外還要再加羚羊礁哈？就彼此之間可以互為犄角，相互掩護，相互支援。那它的重要性，這個地緣上面重要性在哪裡？它可以扼控整個巴士海峽哈。當然，扼控巴士海峽最好的位置是我們的東沙群島哈。但是因為東沙群島已經掌握在我們的台灣手中，所以解放軍為了避免跟台灣直接發生軍事上的衝突，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另外建立他的軍事基地。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說美軍要進入南海的話，他從關島要進入南海，要經過巴士海峽哈。如果經過巴士海峽的話，那當然就會在羚羊礁跟永興島這2個島的火力打擊的範圍之內。所以美軍的航空母艦以後來講，如果說要通過巴士海峽，可能要更加的小心哈。那第二個，我們看它在島上的建設，它建設一條3公里的跑道。這3公里為什麼是剛好要蓋3公里？因為轟6戰機起飛的跑道就是3公里哈。那解放軍在這邊部署的，極可能未來來講的話，它可能是部署轟6街這一型的戰略轟炸機。這型轟炸機是專門對海攻擊的，它掛的是鷹擊12導彈哈，速度可以到3.5馬赫。攻擊的射程可以到500公里，如果再加上轟6自己本身有3000公里的航程，再加上作戰半徑3000公里，再加上這個鷹擊12這個打擊的距離是500公里來講的話，總共加起來有3500公里，可以覆蓋整個南海是沒有問題的哈。那第三個，我認為在羚羊礁跟永興島，當然它是在解放軍三亞海軍基地的前緣。也就是說，如果說這2個基地等於是說這個三亞海軍基地的前衛陣地哈，前沿陣地，那如果說任何人想要奪取或攻擊三亞海軍基地來講，它等於是前哨基地的作用，你要先經過我這邊才可以攻擊到三亞海軍基地。
而且說，如果說你跟這個三亞海軍基地跟永興島跟這個羚羊礁3個連接在一起的話，這個剛好形成一個三角配置，互相掩護支援，其實是對這個解放軍鞏固在南海軍事上的威懾力量又更進一步。好，這個是我們看到它在西沙群島的新建的一個島哦。那另外一方面，我們要來看到它在黃岩島這邊也有秀軍事肌肉，那2個加在一起，這樣是對於這個菲律賓啊等等，還有美國傳達什麼樣子的政治的意味呢？我們先來看到的是8月初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大陸的南部戰區在黃岩島的周圍來進行的這個是聯合的海空演訓，出動的包括了052D，畫面上我們 CG 看哦，還有071型的2棲攻擊艦、054A 型的護衛艦，還有轟6等等。當時大家最特別關注的是，至少2架的轟6K 是掛載鷹擊12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直接前往這個黃岩島。所以一邊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邊造島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還有在黃岩島這邊的軍事演習是要傳達什麼樣子的一個態度呢？是說，這個遠程打擊的體系都已經建立好了，是這樣嗎？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我們都知道還缺一個角了，就是黃岩島這個角，因為大三角就是從永興到這個黃岩島，還有南部的這個枕壁礁，對，形成一個大三角形，然後在下面有一個小三角形，形成我們叫做護衛犄角的2個三角形的這樣的一種攻擊跟防守、攻防兼備的這樣的一種戰略配置啊。黃岩島目前由於有爭議嘛那如果根據南海共同行為宣言，對有爭議的島嶼，中國大陸就不填了但是越南還繼續在填，所以還是有一些國家違反。但是大陸期待的是把這個南海共同行為準則能夠通過。東盟的10個國家中9個國家都支持，現在只剩下菲律賓、小馬可仕，本來杜特地也是支持的，那現在小馬可仕因為美國的關係，他們就把它擱置。可是如果一直擱置下去的話，對大陸來說，等於是這一次的羚羊島羚羊礁本來從礁變島了人工島，它釋放出來的訊息就是，如果這個準則還是要繼續找茬，不讓它通過的話，你不能排除中國大陸未來會在黃岩島這個開始填島了。因為黃岩島它的東部這個部分已經規劃為這個國家的這個生態園區。那西部這個部分未來提供給生態園區他們的工作人員、他們的生活設施場所，那麼做一些新建，這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那是未來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菲律賓跟美國還要繼續鬧下去，那不利的那事實上是東盟的其他國家。中國大陸目前來講這樣的一個做法，其實是有很多的政治意味在裡面。為什麼呢？因為這次羚羊島的填島造礁填島速度非常快，今年1、2月才開始進行，現在就已經第一期工程完工了，6個月，6平方公里6個月南北長6公里然後我們看到筆直的一個跑道，那很明顯的就是未來的機場的一種鋪設地，這已經建構得很完整了。然後這些碼頭、謝服內的碼頭都已經的形狀都已經建構起來了，所以未來的這個船舶長期停泊的基地也已經建立起來，也就是空軍基地、海軍基地都建立起来。那當然也有民間的科學用的，還有就是雷達、水下聲納。為什麼這個島那麼重要？這個島為什麼沒有爭議呢？因為它是在西沙群島內，西沙群島是沒有爭議的，它主權都歸中國大陸，全世界都沒有爭議，所以它在它自己的島嶼內去新建這些基礎建設，沒有人可以有意見。那大陸就6個月內就完成了，這個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我們都知道，它距離中間島90公里，它距離這個永興島90公里，那不得了了，那也就是完全是在它的這個資源的範圍內，所以中間過去美國的潛艦可以從中間突穿的可能性變成0了，因為它可以在那邊鋪設這個水下的聲納，所以我個人覺得，以現在的情況來看，美國跟菲律賓他們鬧了半天以後，結果鬧出一個島出來，這謝謝美國跟菲律賓。好，
那我們現在也看到這邊一邊是中國大陸它的在南海的方面這邊持續的推進，但是呢，這一次比較奇特的事情是菲律賓的部分並沒有做出任何的反對聲音，反而是呢，菲律賓最近是不是反而是持續的跟中國大陸示好呢？因為呢，小馬可是日前表示呢，菲中兩國應該要進行南海的油氣共同開發，而且他說雙方在經濟上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這個是菲律賓的部分。其實現在不只是菲律賓而已，許多原本是美國蠻要好的國家，現在態度上都開始轉向了，包含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南韓。南韓在這個川普說要大幅縮減美韓聯合軍演之後呢，李在明就說他要迅速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強化南韓自己的自主防衛。再來印尼的部分了，印尼最近跟中國大陸在台灣東部的海域這邊進行聯合軍演，大馬最近安華首次公開重申了一中的原則。到底為什麼這些國家突然間態度上面，是突然間轉向了嗎？老師怎麼看？有人說他們是戰略自主，其實小國在兩大之間戰略自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們可以某種程度的做到去風險化。那以前去風險化是美國在說對於中國大陸的商品禁止進口，因為要去風險化。但是現在對各國的戰略而言呢，反而是跟美國的連結，跟美國在中國之间的对抗当中避免夾在其中，或者是成為美國的一個環節，去風險化。我覺得很清楚，你看到的是這種去風險化，它其實你看到在韓國表現出不希望成為第一島鏈的參與的這個裡面。